韩国何以成为发达国家？它最惨的时候惨到什么程度？在过去1个月，我探访了贫困的小山村，走进江南的富豪区，采访了女子大学同学，逛了江北老街，融入有聊天氛围的韩式小馆子，体验了宏大潮流文化地。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靠什么翻身？一个在60年代还极度贫困的地方，怎么就一跃成为了发达国家？我现在来到首尔的景福宫，相当于韩国的故宫。首尔的大景点也不多，所以游客基本都会来这里打卡。门票很便宜，3000韩元，但如果你穿韩服就可以免门票。可以看到很多老外很配合地穿着韩国古代服装，倒也不是为了省那点钱，他们本来就爱玩，是一种氛围。在日本的浅草寺，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哎呦，这黑压压的一群人在干嘛呢？我挤都挤不进去，找个人问一下。Excuse me, what's inside? It's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Okay. Starting in 10 minutes. 哦，就是这个。那么我就顺便说下韩国那段苦难的历史。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人臣倭乱，整个景福宫被烧毁，直到1867年才重建。但在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整个朝鲜半岛，开启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景福宫被改作日本总督府所在地，还修建了巨大的总督府，里面又拆了个七七八八，只剩下勤政殿等少数宫殿。直到日本战败后才再次复建。而且大家看，瓦片是青瓦，不能用金瓦或者琉璃，因为古朝鲜王朝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按儒家礼仪，藩属不能用象征天子的黄瓦片，否则就是对宗主国的僭越。青瓦是王公能用的最高级别，而普通居民屋则用灰瓦。继续说啊，重大转折点来了。1945年日本投降，美苏迅速介入，以北纬38度线为界，古朝鲜王朝一分为二，北边由苏联接管，现在也简称朝鲜，南边由美国接管，也就是当下的韩国。但好日子并没有到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持续了3年，韩国一侧的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摧毁，什么铁路、公路、城市都化成废墟，数百万人成难民。而且半岛一分为二的时候，好的工业设施都留在北边，也是日本造成的。日本统治时期为了方便自己的工业利用，对朝鲜半岛进行不平衡的开发，什么钢铁、煤炭、能源的重工业都在北边。韩国所处的南边定位为农业和轻工业，不受重视。可就算是种地，南边70%的土地是丘陵，耕地面积少得可怜，产出不了多少粮食。加上几年的战争影响，说是极度贫困不夸张。1950到1960年代初，韩国是亚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只有菲律宾、缅甸的一半，和一些非洲国家相近啊，可谓是天崩开局。怎么办？首先是依靠援助。1953年到1960年，美国向韩国提供的援助占比超过韩国当时 GDP 的70%，包含粮食、物资和基础设施修建。1961年，朴正熙上台，确定国家主导型工业化模式，就是先提出规划，然后财阀去执行，鼓励制造业出口赚取外汇。那 LG、三星、现代就是这时候开始崛起。不过当时三星、LG 还主要在刀腾外贸，并不算强大。70年代后，朴正熙推出重工业推进计划，有了浦项钢铁，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之一。现代重工造出了巨型邮轮，三星 LG 也从贸易转向电子制造，不过依旧很艰苦，工人长时间加班，工资低，但全民都有拼命发展的意识。直到80年代末，韩国企业进入半导体、汽车、电子通讯等高附加值领域，三星开始造芯片，现代、起亚进入汽车市场，逐步成为巨头。到了90年代，韩国人均 GDP 突破1万美元，变成大家都知道的亚洲4小龙之一。这个过程被称为汉江奇迹。当然，这个奇迹背后依旧有美国的影子。美国从直接给钱转为提供技术支持、设备支持，最重要是开放美国的市场接收。高端产品出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得有人买。那韩国什么时候成为发达国家的？其实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官方认证标准，但在习惯上有2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人均收入和人均 GDP。韩国在1997年被 IMF 纳入先进经济体，那时候就差不多达标。当然，更正式的是，联合国下属机构在2021年7月将韩国从发展中经济体划分到发达经济体，算是国际层面的认定。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韩国也没多少高楼大厦，怎么就发达了？因为参考标准是人均收入、产出，高楼有可能是表象，但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那是实打实的，有一定的道理。抱歉啰嗦了，我就喜欢研究历史和规则，一说起来就控制不住。这里门有点矮。景福宫的后院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我进来就看到用布挡着的坛子，这不会是用来做泡菜的吧？有没有懂的朋友？
都转晕了。找一个人问一下最近的出口。哦，他说在那边。从侧门出来，对面就是青瓦台，英文叫 Blue House。诶，美国是 White House， 它叫 Blue House， 很接近哦。之前可以参观，但现在总统先生计划重新投入使用，游客就进不去了。不信我帮你们问问本地人，就旁边这位阿姨吧，他们英语 OK 的。You can't go in. No, No. not today. Not today, never, because the president will moving in. But if you think they maybe show you, won't be this one. Yeah. Maybe bathroom. Okay. 好吧，那么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韩国有哪些不一样的规则。首先，我研究了首尔的公交系统，他们每个站都有这种智能站牌，显示屏上有车辆信息，比如242还要等10分钟，当前气温等等。不过语言只有韩文，游客靠猜。公交车的底是平的，没有台阶，正常从前面上车。坐轮椅的朋友从后门上，中间有倾斜板，可以放下去连接地面。这辆车的红黄座位似乎不正常占用了。再来，晚上我又乘坐了一次，上车打卡。这次红黄座位是正常的。我坐了几次，感觉有时候公交比地铁还方便，能去的地方更多，乘客也很多，一会儿就坐满了。然后下车的这个按钮很夸张，我见过大部分公交也就是扶手栏杆上有几个，它这个是四面八方头顶都有，每个座位都能伸手按到。有什么意义呢？它就是让乘客多坐那么一会儿，不用提前走出去。大家觉得有必要吗？下车的时候别忘了再打一次卡，因为公交按站点计费，不打就是全站，要贵一些，也没多少。但韩国对算账的细节很较真儿。接下来我就要说这个地铁10分钟免费原则。韩国地铁是进站预扣费，比如我现在刷卡进去，扣1550，还剩20500。但我突然不想坐地铁了，或者我只是进来上个厕所，那10分钟之内出去，扣掉的1550会退回卡内，不收钱。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出地铁的时候已经刷卡出站，突然发现走错了，少坐了一个站或者多坐了几个站，怎么办？大部分地方地铁都是重新计费，账都结了，你再进去就重新算，对吧？但是首尔不用，10分钟之内回去不扣费，延续上一次的行程，就算你没有出去过，这个很友好啊，尤其是对游客。比如这条线路很多地方我不想去玩，就想拍几张照片，那完全可以用几分钟时间出站拍完回来，不产生费用。如果没有这条规则，每次进站扣1550，那一天下来就很多了。地铁上粉红的座位是孕妇专座，角落的黄色座位是老人专座，有区分。在优先级上，孕妇为第一优先级，所有人都要礼让。还有个有趣的地方，地铁进站会播放一段音乐，大家听一下。据说还是市民投票选出来的，很多人直接用来做手机铃声，很上头。接下来就可以回答之前遗留的问题：为什么首尔市民都不骑摩托车和电单车？首尔是有电单车的，甚至街上还有很多这种充电站，可以2秒换电池，按理说很方便。可除了外卖小哥和机车爱好者之外，基本没人用。为啥？主要原因有2个：电单车和摩托车需要固定停车位，城市里很难找到合法停放的地方，乱停要罚款。还有韩国冬天有雪，气温可以到-10度，摩托车、电单车不方便也不安全。加上地铁、公交很方便，共享单车绿色的、蓝色的也很多，就没有人愿意用摩托车、电单车了。倒是很多人骑自行车，和日本一样。说到日本，网上有个说法说，韩国人因为历史原因不用日本产品，也不开日本车。我特地在路边看了一下，还是有日本车的，不过车速太快，摄像头拍不清楚车标。但是我找到了这么大的 logo， 车店都开在这里，不可能没人买，所以传言不可信。然后对于无障碍设施、盲道的观察，在城市主干道，什么地铁出入口、公交站、办公楼都有完善的盲道，大一点的街道也都没有问题。地铁甚至从站外一直引导到列车门口，所以在市区的大部分地方，盲人可以独自出行、办事和生活。但偏僻一点的小道、老城区的巷子，盲道也会中断或缺失，不过也不错了。在亚洲，韩国已经可以排进前3，第一当然是新加坡，全街道覆盖，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可以借鉴和学习。那韩国人吃不吃得起水果和西瓜呢？我也顺便到超市去逛了下，这些水果都不称重的，梨子5个9800，西瓜是8900一个，6斤应该有，算下来7块多一斤，是有点贵，但考虑到收入水平，也不至于吃不起。前面提到过，韩国耕地少，
蔬菜水果高度依赖进口，很多都是从山东买过去，这是事实。但既然是进口，人家是买，属于两国人民友好的经贸往来，是互惠互利的，也就没有调侃的必要了，对吧？这次韩国之行，我还看到一些不解和有趣的画面，比如大部分空调外机都有装这种把水往风扇里面引的铁板架子，这是干嘛的？公路自行车是不是戴好头盔就可以在机动车道中间行驶？还有在广场时常有的舞台表演，很多人看，唱腔介于京剧和歌剧之间，这个叫什么？听不懂，但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当然我也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比如骑共享单车到还车点，定位出错无法归还，客服又下班几近崩溃，还有下雨路滑摔了一跤，手机屏幕碎了一角但总体上还是很愉快的，碰到的韩国人都很友好、礼貌、热情，给予我不少帮助，感谢你们。有人说韩国成为发达国家是因为人少好发展，我不这样看。韩国有5200万人口，但土地面积仅1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日本的1.5倍，资源匮乏，能够快速崛起，除了美国帮助，自身选择和努力，最重要是完成了产业转型，高附加值产业大幅带动 GDP 增长。2024年韩国人均 GDP 36000美元，已经超过日本。而高端产业转型的核心是教育和科研的重度投入，让年轻一代充满创新，让年轻人大有可为，给予他们舞台，或许才是未来的答案。下一个发达国家会是我们最熟悉的名字吗？我是维森，下一站美国。